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介绍的书是《全力以赴：科学证明的自我改变最强策略》。说到意志力，意志力是一种心理资源，类似于肌肉，使用过度会导致疲劳。当我们面临自我控制的需求时，如抵制诱惑、保持专注等，意志力会消耗。通过观看这个视频，您将了解科学上正确的最强自我改变策略。即使你想改变却无法做到的情况，也能被打破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环境大于意志；第二，人类是环境的产物；第三，学习如何创造一个必定成功的环境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环境大于意志。相比之下，环境对我们行为的影响更加持久和深远。环境不仅包括我们身处的物理空间，还包括社会环境、文化背景以及日常习惯等。一个良好的环境能够有效地支持我们的目标，实现积极的行为改变，而无需过多依赖个人的意志力。首先，这本书的结论是意志力没有用，环境才是关键。依靠的是自己内心的决心和意志力，而不是单纯的努力。目标能否实现，取决于您是否能创建一个能确保成功的环境。听到这个结论，您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，认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，而实际上，这种想法往往导致您迟迟不能成功。从今天起，请铭记人类的意志力是非常脆弱的，不可靠，因此创造一个无需依赖意志力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。成功的秘诀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努力，而是创造一个需要巨大努力的环境，然后投身其中并适应这个环境。人类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惊人的强，例如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中，如北极地区的冰雪环境，生活条件异常恶劣。然而，北极的原住民因纽特人经过长期的生活适应，能够在这种极端寒冷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。他们的身体和文化习惯都适应了极低的气温，比如穿着传统的毛皮衣物和使用特制的保暖建筑来抵御严寒。此外，因纽特人的饮食也经过特别调整，主要以高脂肪的海洋动物为主，以提供足够的能量和保持体温。这种适应不仅体现在身体上，还包括心理和文化上，使他们能够在极端环境中生活得相对舒适和稳定。这表明人类的适应能力确实非常强大，能够应对各种极端和困难的条件，说明人类的适应能力真的非常强大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人类是环境的产物，而不是单纯依赖意志力。例如，一项在美国进行的调查显示，一个人的经济地位能否得到改善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住的州。简单来说，如果您住在富裕的州，您就容易变得富有，而住在贫困州的人则容易变得贫困。通过努力来改善经济状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您所居住的州会决定您的财富水平，这真是令人震惊的。您的经济状况可能完全取决于您住在哪里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受到朋友的影响非常大。您是否听过这样一句话：人会变成身边5个朋友的平均值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您的好朋友变胖了，你也会变胖。如果你5个朋友的平均年收入是1000万日元，那么您的年收入也会接近1000万日元。反之，如果你5个朋友的平均年收入只有400万日元，那么您的年收入也可能只有400万日元。成功的人经常会被建议去结交成功者，这在科学上是正确的。您的周围如果都是成功的人，你也更有可能成功。如果周围有坏朋友，你也容易变成坏人。您可能会觉得这不可能，但您了解镜像神经元吗？是大脑中一种特殊的神经元。当我们看到他人做某个动作时，这些神经元会像我们自己在做同样动作一样被激活。简单来说，镜像神经元使得我们在观察他人行为时，能够模仿或共情他们的行为和情感。例如，当你看到某人微笑时，你的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也会启动，与他人相似的微笑反应被触发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你会不自觉地想笑。这种神经元也在学习和社交行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使得人类能够通过观察他人来学习新的技能。例如，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时，你的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被激活，这些神经元会模仿他人的动作，就像你自己也在打哈欠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看到别人打哈欠时，你也会不自觉地跟着打哈欠。你会无意识地模仿朋友的行为和性格。如果你和说方言的朋友在一起久了，你也会受到影响，变得说方言。这就是镜像神经元的作用。如果你和年收入高的朋友在一起，您的年收入也会提升，因为你会模仿这些年收入高的朋友的行为和生活方式。接下来，我们讨论如何创造一个必定成功的环境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讨论了环境的重要性。如果你想成功，不应该依赖意志力，而应该创造一个必定成功的环境。最后，我将告诉您如何创造这样的环境。有2个方法：一、先创造环境，投入资金；二、制造社会压力。首先谈谈如何投入更多的钱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先投资，再说，比如你希望提升英语水平，增加收入。如果只是模糊的想要实现这些目标，却始终没有行动，那您肯定不会成功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是想着什么时候去做，结果却始终没有做。大家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？为什么不去做呢？因为我们依赖于意志力，其实应该是创造环境。因此，如果你想提高英语水平，就应该提前支付英语培训班的学费，比如20万日元。这样一来，你已经花了钱，就会觉得不去上课很浪费，从而被迫去上课。创造一个强制性的环境，这不仅仅适用于英语学习，任何你希望做的事情，都可以先付款。创造一个必须去做的环境，请记住这一点。接下来，第2种方法是制造社会压力。您的目标之所以达不到，是因为没有达到目标的惩罚。没有风险，人就会变得懒惰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有意的制造社会压力或惩罚。例如，如果你想跑全程马拉松，可以向身边的朋友、家人宣布您的目标，说：“我一定会跑全程马拉松，我是一个绝对会遵守承诺的人。”这样，即使您今天不想练习，也会因为社会压力而感到不安。这就是创造一个必须去做的环境。想要达成某个目标，首先应该向别人宣布，承诺完成，这样人们才会努力去实现。除了向周围的人宣布目标，还可以设定失败的代价。例如，如果你1个月后想减掉4公斤，可以立刻买一个您心仪已久的东西，并说：“我一定会在1个月后减掉4公斤。”如果1个月后体重没有减掉4公斤，那这个心仪已久的东西就会被无限制延期。这样，你会因为这个心仪已久的东西而努力减重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您实际上是把目标的达成与一个实质性的奖赏紧密关联起来。这种方法不仅能激励您更加努力地控制饮食和坚持锻炼，还能让您时刻保持对目标的关注和动力。希望您能尝试创造您自己必须去做的环境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